好不好看，这是你们决定的事情，好不好开，一脚下去。欢迎来到七语车秀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早上好！欢迎来到苏州的七语车秀。这是名爵的 MG5，一台级别不高、口气不小、看着真的挺骚的潮跑。说潮跑，它也确实达到了这种潮的格调出来。整个外形看上去的那种样子是骚气的，是好看的，是年轻的。那么它开起来能不能像它外形看上去这么骚呢？先看完它的外观，我们聊聊里面。在那样一个年轻动感的外形之下，这台车的驾驶会不会也是这么运动，或者说这么激进的一个风格呢？实际上，从动力总成上来说，目前呢搭载的是2套，一套呢是我们现在开的这个 1.5T 涡轮增压发动机，匹配了一个7速双离合的变速箱，然后呢还有一个1.5升自吸的发动机去匹配一个 CVT 的变速箱。以厂家官方的言论上来说 1.5T 的这个版本会相对比较激进一点，比较运动风一点，而1.5升的版本呢，走的是一个更加流畅、更加平顺的风格，也算是在同样的外观造型之下，给到我们2种不同风格、不同感受的选择了。从体验层面上来说，这个 1.5T 的动力表现是非常好的，而且呢，这一套湿式双离合变速箱本身传动效率就很高，说是高达97%，所以呢，这个动力落地执行的感觉是很好的。再者呢，可能就是它的一个换挡的感觉，一方面换挡速度挺快的，在双离合里面偏慢，但是对于所有变速箱来说，双离合本身就是偏快的体质了。那从平顺度上来说，其实这台车它的换挡平顺度做的是不错的。这一套双离合变速箱是上汽目前主推的一个叫3腔湿式双离合，用了蛮多的黑科技，所以呢，保证了它的一个平顺感，然后还有一个低速起步的一个及时度都做得不错。整体的平顺度，我自己觉得可以达到一个蛮高的分数。只不过可能我们在走走停停去找它麻烦的时候，那种松开刹车走的那一下，可能会忍不住还是想补一脚油门，然后呢很难保持一个特别低的速度去行驶。这个是双离合变速箱的一个硬连接之下的一个怎么说呢？硬件毛病，这个是解决不了的，一定有的。无论谁跟你说双离合变速箱顺到飞起，或者说平顺的跟 AT 一毛一样，那都是扯淡。那么如果想要躁动一点去开的话，以我们现在比如说降到80公里每小时的一个时速，然后1700、1600左右的这个转速，3、2、1一脚下去，转速马上就上升起来了，然后这样就120公里了。其实速度提升的这个感觉是很快的，而且也有一定的推背感，只是因为排量的限制、速距的限制，其实从80公里往上的话，它的动力表现还是会比较温柔一点，或者可能从某些人的解读里面会比较肉一点点。但是啊，在这个价位、这个级别上来说，这个动力表现可以的，而且它的100公里加速只需要8秒5。转向来说，3档的力度可调，基本上也可以找到一个自己想要的力度。但是呢，电子味是比较重的，不是那种路感偏重的类型，所以呢，舒适度还是会比较强一点点。然后呢，有一定的虚位。底盘来说，我个人觉得它的底盘调教是偏软的类型，并不是那种特别着重路感、特别着重支撑性的。甚至开快了再去过一些大的颠簸或者说大的起伏的时候，它会有一点点大船的感觉。它在我们做一些快速的变线啊，或者是劈弯的时候，那个支撑性的感觉可能会偏差一点，侧倾相对来说会大一点。整体来说，这台车是给到我们那种动感的感觉，但不是绝对的运动操控类型的。而且呢，这台车有非常多的驾驶辅助相关的一些科技配置，比如说全速域的 ACC 自适应巡航，然后车道预警的功能全部都配齐了，包括主动刹车，所以这台车可以做到一个比较惬意的驾驶姿态。再者呢，就是有一些黑科技在，比如说它有一个防侧风、横风的一个转向扭矩辅助的这么一个功能，就是在大的横风之下，它会有一些扭矩补充，去让整台车更稳的一个姿态去行驶。还有一个叫 XDS 的转向辅助系统，它呢是通过扭矩辅助的形式，在我们转弯的时候对某一侧轮胎进行扭矩补充。
然后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转弯效果，这个还是蛮黑科技的。不过其实实际体验上来说，并不容易让我们真正的去体验出来。另外一方面就是整台车的隔音表现是不错的，一方面是胎噪抑制的非常好，因为它用了一个米其林皓月 3ST 的轮胎，是一条静音胎，所以表现很不错。另一方面呢是整个风噪感觉其实是不强的，所以整台车营造出来的 NVH 是很好的。重点是在隔音的基础上，它有一个很牛逼的音响。这台车是全国首台跟雅马哈做了一个强联合，搭载了一个雅马哈音响的车型。那么从听感上来说，以我这样子的木耳对音响特别不专业的人来说，我自己觉得是已经不错的了。只不过你要相比我自己的宝华伟健来说，可能会弱了一点点。臭不要脸哈！啊，就这样子吧，cut。从内饰设计上来说 ，MG5 是很有料的，因为整一套内饰设计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元素，包括了各种颜色搭配的元素，包括了缝线，还有这些菱形的元素出现在了这个车厢里面，看上去这种混搭的效果是特别好看的。另外呢，就是整个中控屏对于驾驶者是有一个14.1度的倾斜，所以这个驾驶感、这个战斗感是很强的。再者呢，电子挡把还有2个液晶屏，营造出了非常不错的科技感，而且呢，它们显示的精致程度跟逻辑都非常棒。这套中控系统用上了斑马智行 Venus 的系统，这套系统集成了我们熟悉的智能语音交互系统啦，然后地图还有酷我音乐等等的功能都可以在里面实现，以及这个智能语音交互系统是支持90秒之内随时打断，可以不停的沟通。量产车呢是会有无线充电板，然后这里有2个 USB 接口，一个12伏的点烟器接口，以及呢两边这里都是有储物空间给到我们的。而且它也集成了一个家居互联，跟美的做了一个强联合，可以实现某一些家居的车内控制家里，非常方便。那么从座椅上来说，整个座椅其实柔软程度做的是不错的，而且包括这个空间营造的感觉也挺好的。但是这个只是前排，这一个价位级别的车型其实比较看重的是后排。我们去后排看一下，作为一台带有一点溜背造型的车，大家可能会担心它的头部空间。这个头部空间我个人觉得是足够的，因为呢这里做了一定的掏空，对于我1.73米到1.75米浮动的身高来说，我这么坐着是舒服的。腿部来说，我觉得空间也够用了，在这个价位算得上是中规中矩吧。重点呢是它没有缩短坐垫的长度去营造腿部空间的假象，这个坐垫是加长过的，所以呢腿部的支撑是足够的，以及整个座椅的柔软程度做得非常不错，所以坐起来的那种舒适程度是很高的。中间有一点点的隆起，不过应该基本不影响中间乘客的使用。功能上来说，有空调出风口，有一个 USB 接口，然后还有一个储物格，而且呢它这个设计还蛮有层次感的，看上去挺有棱角的。MG5 这台车开起来真的不够硬核，那种运动感、那种操控的极限感也完全不像它外形来的这么奔放。它是一台潮跑，但是它把这个潮跑演绎在了它的外观上，给到了我们这种年轻动感的造型。从内里来说，它是温柔的，它把这一种平衡拿捏到了一个极致，而且还有2级可调、2级可选。可能从某种角度上来说，它是表里不一的，但是我又特别喜欢这种表里不一，一种外形运动而内里温柔的性子。不知道你会不会喜欢它这样的表里不一呢？Be with me.